己身受重伤，还这么轻毒，乖乖认命吧！就凭你们，兄弟们，送侯爷上路！糟了，轻度发作，难以压制。算了，就认一命升到7级浮屠。今天碰见本姑娘，算你命大。这人吃秤砣长大，它这么沉。哎呀，放开我！我求了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帮我。暂引风云去，将携日月还。莫雕庭前柳，待吾共春山。苏小薇，你肚子里孩子是谁的？嘿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未婚先孕，按照村里的规矩就应该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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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村长，我家蔡文真的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求你饶了他们，村长！求求你们饶了他们！蔡薇，你快说呀！那个到底是谁？娘，真的不知道。哼，连自己肚子里面的种都不知道是谁的，还说自己不是荡妇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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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蔡薇，求求你们放了他吧！求你了啊！蔡薇！啊！这怎么了？这是到底怎么了？啊！不好了！有妖怪！娘，我看着我要生了，别着这孩子，
娘带你回家，让孩子不回家。使劲，采薇，使劲！我好痛！这个止痛，采薇，你可以的，使劲啊，快了！使劲！上来，上来！孩子。采薇，咱家在京城有家绣庄，一直托你大伯照看着。你去京城，不要再回来。娘，你别不要我。孩子，走吧，你们母子俩在村里活不下去的。娘，女儿不孝。对不起你，走吧，快走！娘亲，你又在想爹爹了吗？10年了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们母子。哎呀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玉佩，你一定要收好，我们要靠他寻你爹爹呢啊！他抛下娘亲不管，我才不要找他呢。他或许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吧。娘亲放心，就算找不到爹爹，泽儿也会保护你的，泽儿会御史雷电呢。不行，娘亲找人给你看过命格，说你是麒麟降世才能御史雷电，但每次使用都会损伤身体，甚至有性命之忧。记住，以后非万不得已绝不能使用。泽儿记住了。堂姐，堂姐，不好好做工，还敢偷懒啊？我没有，还敢嘴硬。不知羞耻的荡妇！我们夫人收留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的？不准打我娘！小东西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泽儿，对，我娘说过，你就是个没爹的小野种，没良心的东西！当初要不是我们收留你们，早就饿死在街头。收留？你爸在我家绣庄软禁我10年。泽儿被你们当下人，每天飞赶鸡毛，连饭都吃不饱。一个荡妇，一个野种，能让你们苟延残喘的活着就已经是恩赐。平儿，怎么了？韩吉又发作了什么？娘马上就给你叫郎中。走。这些做不完不准睡觉。还有你，把绣好的藏品送到各贵人府上，要敢耽误半天，饶不了你。平儿，我们走。太疼了吗？娘，对不起。哎，客官，下次再来。我林氏9代单传，本就子嗣艰难，可你倒好，给你娶了房平妻，连碰都不碰，只一门心思找人，这整整10年了，你找到了吗？那晚我意识模糊，连他的样子都没看清。第2天醒来后，我又怕会连累到他，只能赶紧离开。母亲，若是为了子嗣的事，您拉我到这访视来干什么？国师占卜显示，今日出行于西南，或有机缘，可解我林氏子嗣难题呀。可我军务繁忙。你忙不忙，老身不管，老身只要早日抱上孙子。母亲，我知道您想抱个孙子。哎呀！一模一样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多谢老太君。孙
孙儿，快把我孙儿找回来呀！母亲，我知道你想抱个孙子，但总不能随便拉个孩子就认吧？不，渊儿，这孩子与你儿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世上不可能有如此巧合之事啊！他定是你的血脉。难道？快去请国师。是。国师，卦象如何？天星入命，麒麟出渊。恭喜侯爷，恭喜老太君，找到了林家血脉。真是我的孙啊！好，列祖列宗在上，我林氏终于有后了。难道是10年前那晚？真的是他，他为我生了个儿子。渊儿，我林氏9代单传，这可能是你唯一的血脉，快找，搜遍整个大前，也要把我的宝贝孙儿找回来呀！跟我走。是。小家伙，又来送蜀绣了。快，侯爷引领封佛往事，就让绝地山寺也要抓了小少爷。是。你们周氏绣庄的绣品最是精致华美，怪不得如此受欢迎。都是我娘绣的。收起来吧，我们侯府要了。嗯。爹，这街上怎么乱哄哄的？哦，听说是郑国侯的嫡子自幼流落在外，侯府为了找他，负了整个京城。怪不得，这郑国侯是大禹第1王侯，权势滔天的大人物。提供线索者赏黄金10000两，良田1000顷啊！可惜咱们不知道呀，否则就一步登天了。哎呀！对了，平儿怎么样了？寒疾越来越严重，郎中说可以医治，但药引难寻。什么药引啊？虎符之内，同龄人的心头之血。周采薇的儿子，不正好就是平儿五父类的表兄弟吗？这该死的小东西，总算是有点用。真乖。把他带走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取这小野种的心头血，给我平儿做药。娘亲，我怕。你们想要早儿的命？侄女，别担心，我们只是剖开他的胸膛，取一点心头血，不一定会死的。能给平儿做药引，是他的福气。你们疯了吧？我不准你们伤害泽儿，这可由不得你，给我滚开！小贱人，还敢动手！给我抓住他，狠狠的打！娘亲，泽儿，娘亲，啊，娘亲，泽儿干嘛？
们注意点，别伤了他的手，那可是咱家的财路。手打不得，那就把腿给我打断了。我是我娘家，小畜生，还敢动我！娘亲，我就气我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娘亲，子儿，不要！继续打，另一条腿也给我打断！别！妖怪，妖怪！娘亲，放心，子儿保护你。子儿。子儿，你没事吧？一群废物，连个人都找不到，我侯府养你们何用？找到了吗？哎呀，我可怜的孙儿啊！从小流落在外，肯定吃了不少的苦。若是再找不到，在外面被人欺负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夏姐，母亲放心，我已命人封锁了城门，一定能找到他们母子。老太君，这是刚刚送来的蜀绣，请您过目。混账！我孙儿还未找到，你觉得我会有心思看什么蜀绣吗？老太君息怒，我这就让他拉走。等等，别动。这就是圣上御赐的青鸾玉珏。对，这玉珏本是一对，10年前我离开时，将其中半块留给他做信物。说，这玉珏哪里来的？回侯爷，老奴真的不知道啊。这些蜀绣是刚刚才送来，府内除我之外，并未有任何人接触过。这蜀绣出自何处？购自周氏绣庄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送来的，或许是他不小心遗失在内。是我孙啊，一定是我孙儿啊！哎呀，天佑我林家，终于找到他们母子了！来人，备马去周氏绣庄。子儿，你没事吧？这个小东西会使雷电，不会是妖人转世吧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更留不得他了。正好取了他的心头血，给我平儿做药，说不定会更有用。你行了，你行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你放了子儿吧。你死心吧，这怪胎最后的用处就是给我平儿续命。你可以用我的血，你可以用我的血，让我去死，让我给你的平儿续命，你放了子儿吧。你就把匕首从这扎进去，马上就能取到血了。让我做狡猾，让我去死。滚开！你一死，绣庄的生意就断了，我们怎么赚钱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！我放了子儿吧。侯府办事，偷偷闪开！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找死！爷，把他给我按住！好，老实点。不要动我的孩子！给我闭嘴！
想在长路之前碰了当年昔日的月光，昨日已离坑。侯爷。自从我归天使长，平定了天下。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害我林渊的儿子？什么？他是侯爷之子？侯爷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呀！我真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。侯爷，哎呀！残害侯爷子嗣，其罪当诛，9族连坐，你们周家一个都跑不了。不可能，周采月是个贱人，怎么可能和侯爷有关系？完了，这事儿完了！当年我身陷沙田，被迫不告而别，爹找了你们母子整整10年。子儿，是爹对不住你。子儿的母亲呢？谁是子儿的母亲？不可能，周采薇这个贱人怎么可能和侯爷有关系？你。侯爷，清月等你等得好苦。当年救我的人是你，你是子儿的母亲。当年侯爷走后，我就有了子儿，因未婚生子，被村里人欺辱，被迫离开。我跟子儿一直都在等着能早日与您团聚。侯爷，这10来年，我家清月无怨无悔，日夜期盼与您重逢，现在总算是天如人愿呀！是我的错，让你们母子受苦了。能再见到侯爷，清月已经心满意足。这女子是谁？你刚刚为何手持利刃？侯爷，刚才是……我没问你。清月，怎么回事？我……子儿，子儿你怎么了？侯爷，侯爷，你快看看子儿！来人，快叫太医！是。子儿情况如何？回侯爷，小氏则是受到惊吓，急怒攻心，脱离昏迷，安睡一段时间即可复醒。多谢太医。清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来人，把他拖下来！侯爷，子儿受惊昏厥，就是因为他。此女是我堂姐，因受迫来投靠我家，我们好心收留，处处照顾，但她却恩将仇报，想害死我们，谋夺周家家产。侯爷，这毒妇心狠手辣，还会御使雷电妖术，十分可怕呀！子儿被他伤害，我手拿利器，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。混账！这世间竟有此等恶毒之人！打得不够行！大胆恶妇，竟敢意图谋害本侯妻女，你可知罪？你不会说话。要不现在趁机杀了他，以后你就是侯府的女主人。不可，侯爷刚才已经注意到他，是被我糊弄过去，待会儿肯定还会再问。若现在把他杀了，侯爷肯定会起疑心的。那怎么办呀？要是他醒来了，说出了真相，咱们就全完了。那就让他什么
么都说不出。只要这根银针在他的眼穴，他就说不出话。待会儿咱们就……好，就这么办。他天生就是哑巴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对他心生怜悯。可没想到，却是引狼入室。若不是侯爷及时赶到，我跟子儿可能已经遭了他的毒手。蛇蝎心肠，罪不可恕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害子，他是骗你的。混账，竟敢冒犯侯爷！侯爷，这毒妇竟敢谋害侯爷子嗣，罪大恶极，当施以杖刑。来人，给我打！打得好啊！像他这种毒妇，就该活活被打死。还敢伤害侯爷子嗣？呸！什么东西！多谢侯爷为我和子儿做主。清月，你放心，以后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们母女半分。贱人，就算你能是侯爷又如何？我偏当着他的面将你活活打死，再由我去替你享受荣华富贵。蛇蝎毒妇，罪不容诛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等等，侯爷，怎么了？这绣帕是你的，这上面的诗你是从何得知？侯爷，您忘了他不会说话。这帕子是我的，这毒妇在我家多年，向来手脚不干净，竟然连我贴身的心爱之物都敢偷。这上面的诗，木雕庭前柳，待蜈蚣春山，是侯爷留给我的诗，我将它绣在帕子上，日日思念侯爷。清月，你可还记得当年我们相遇时的情景？当然，当夜在麒麟村，侯爷身受重伤，晕倒在我院前，是我救了侯爷。难道侯爷是在怀疑我吗？清月，抱歉，是我多心了。幸亏以前问过周采薇这些事情，差点就露馅了。清月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们母女。清月能陪在侯爷身边，清月已别无他求。给我继续打，打死为止！天佑我林家，终于找到他们母子了。只是我那可怜的孙儿，从小流落在外，还有我那儿媳，这些年独自抚养孙儿，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啊。少夫人可是位心灵手巧的女子，您看这蜀绣，小世子说这些呀，可全都是少夫人亲自绣的。好，好。针落线坠，栩栩如生，我儿媳的手艺当真是巧夺天工啊！可不止这些，你看这，老奴听闻，蜀绣传承中有特殊手法，绣娘会将名字与银丝绣入其中，却不影响绣品图案，只有对着日光照时才会显现出来。哈哈哈哈！竟真的有！哈哈，采薇，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，好名字。少夫人心灵手巧，小世子聪慧伶俐，老太君您真是好福气。好，
老身等不及了，命人备车，老身要去接儿媳孙儿回家。为何我看着他这样，会有种心痛的感觉？住手！侯爷，怎么了？侯爷，求您不要再打了。此女虽心肠歹毒，我却不能不念至亲血脉，她既已受到惩罚，还请侯爷饶她一命。清月，你和我想象中一样善良，就当是为我们的泽儿行善积德了。清月，带上泽儿跟我一起回侯府，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不行，若是现在就去侯府，一旦这小野种醒来，事情就会败露。必须先解决隐患。泽儿尚未苏醒，不宜劳顿，不如侯爷先回侯府，待泽儿苏醒之后再来接我们。也对，是我欠考虑了。恳请岳父照顾好清月母子，不日后本侯将携重礼登门，侯府与周家正式缔结连理，结为姻亲。侯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。我在这等着侯爷。娘亲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娘亲，你不要平儿了吗？这孩子喊你娘亲？侯爷，您听错了，他是在这毒妇娘亲。不是的，她才不是我娘亲。小兔崽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养你来的，还不给我滚！侯爷，这孩子有臆想症，我待他如子侄，领他当泽儿的梳头，没想到他却人心不足，妄想做周家少爷，非说是我的儿子。对，泽儿才是清月唯一的儿子，这小兔崽子连给泽儿提鞋都不配。不是的，他不是娘亲的儿子，我才是。娘亲、外公，你们不要平儿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侯爷，这小兔崽子他老爱有病，我这就将他带来，给他冲着呢啊！等等，告诉我，你的娘亲是谁？侯爷，这小兔崽子他有臆想症，他说的话怎么能信啊？别怕，如果不想说，指给我看也可以。是他，她是我娘亲。原来如此，侯爷，我就说这小兔崽子他有臆想症，何必在意他的言语啊？这小贱狗竟敢冲撞侯爷，把他带下去，锁进柴房。生母如此惨状，这孩子竟从头至尾视若无睹，倒是奇怪。侯爷，有其母必有其子，母亲恶毒，孩子冷血，都不是好东西。那本侯先行离去，等泽儿痊愈后再接你们回府。侯府老太君到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老身等不及了，要来接我的儿媳和孙儿回家。见过老太君。好孩子，你就是采薇吧？采薇？老太君，我叫清月。那倒奇怪了，我听我孙儿亲口说，周氏绣庄的蜀绣都是他娘亲手所做呀。对，是我做的。母亲为何如此问？蜀绣传承中，绣娘以名字隐藏落款，老太君在丝巾上瞧见了采薇二字，便知姓名。老太君，采薇是我幼时乳名，我习惯以此作为落款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我孙儿呢？我孙儿在哪？真是我的宝贝孙子，与渊儿幼时一模一样，老身绝不会认错呀。母亲，他叫泽儿。泽儿，好，
好名字啊！我的乖孙为何昏睡不醒呢？回老太君，这受惊昏厥，皆是这毒妇所为啊！她是我族中堂姐，没想到她却恩将仇报，想害我与泽儿的性命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我林氏子嗣！老太君息怒，我这就叫人将他拖下去。老太君，小世子好像要醒了。什么？啊！泽儿，泽儿，为何我的乖孙还是不醒啊？莫非还有什么问题？母亲放心，太医已经诊治过了，泽儿并无大碍。那就好。若是那毒妇真的害了我的孙儿，我定要他种族陪葬。老太君，泽儿还不知何时能醒，不如您与侯爷先回府，等泽儿醒后，我再派人去通知侯府。也好，泽儿的身体确实需要静养。我送老太君与侯爷。一家人客气什么？好孩子，这些年啊，辛苦你了。能与侯爷重逢，再苦也值得。待我准备进城，就来娶你过门。我送太君与侯爷。好，好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渊儿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回老太君，也许是这附近的野猫吧。走吧。侯爷走了，走了。娘亲，小兔崽子，鬼叫什么？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！现在侯爷已经完全醒了，趁现在，咱们送周采薇上路，顺便把这个小怪胎弄哑，就能以绝后患。这怪胎得跟着我去侯府，只是弄哑，怕是不稳妥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翠环，主子，这是您让我去取的药。老夫人在成教寺中祈福了，你去把她请回来。是。这是何物？蛇藤蔓，只用半颗就能致人痴傻，一辈子疯疯癫癫，再无法恢复。那若侯爷问起，就说是这贱人害的。泽儿因受惊吓，醒来就变得痴傻。这贱人畏罪自杀，在牢里暴毙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果然是万无一失啊！你有话要说，那就给你个留一言的机会。他是侯府嫡子，你们要是懂得，他就是自己死了。没错呀，他是侯爷的嫡子，那又怎样啊？你死心吧，等你死了，这小怪胎成了傻子，侯爷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真相，而我就是侯府夫人。你们畜生不如！啊，这就受不了了。看在你要死的份上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：当年你爹被本人劫杀，是我叫人干的，目的就是要霸占你的绣庄。过来！不
你们找死！采薇，泽儿，侯爷，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！侯爷，我只是想提前处置那个毒妇，给泽儿报仇啊！周恒胜，死到临头你还敢嘴硬？你们刚才说的话，老身与侯爷早就听得一清二楚。侯爷，你们不是已经回去了吗？本侯若是回去，还能看到你们的真面目吗？渊儿，我感觉周恒胜、周清月父女有些不对劲儿，还有那朵花。难道是在提醒你什么？那是合欢花，年年如意，岁岁合欢。当年他救我时，走在院落，就有一株合欢树盛开。此时除了我和他，没人知道。难道？侯爷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没错，老身刚才和侯爷假意离开，就是为了让你们人赃并获。对不起，太尉，是我来的太迟了。你说过，莫教庭前流，待武功春山。你找到了我和子儿，就一切都不算迟。子儿，快，这是爹爹，爹爹。对不起，子儿，都是父亲的错。子儿有父亲了，子儿再也不是没爹的小野种了。周恒胜、周清月，你二人心肠歹毒，残害我侯爷妻女，罪无可恕，万死难赎。侯爷是小人一时糊涂，老太君饶命，侯爷饶命啊！侯爷饶命！采薇，我们可是你的亲人啊！我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我求求侯爷，让他饶了我们吧！我求求你了。亲人，你们残害我爹，夺我家秀庄的时候，你们要去子儿心头血的时候，你们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亲人二字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你们两个是在给采薇和子儿的，我会10倍、100倍、1000倍的讨还回来。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，择日问斩。侯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！采薇，你帮我们求求侯爷！采薇，侯爷！太医，怎么样了？侯爷放心，夫人的伤势并无大碍，只需静养服药，很快就能恢复。那就好，多谢太医。采薇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我真蠢，苦学你10年，却没发现你一直都在京城。不怪你，只要你心里有我这些年啊就没有白等。采薇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夫妻2人再不分离。出发之前可以顺便一爹爹，娘亲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老身也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继续啊！夫人，不好了，家里出事了，有人抓走了老杨小姐。怎么回事？
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看到那些好像是为了周采薇来的，和那个贱人有关，我饶不了他。走。累了吧？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好。慢点。侯爷，这我自己来吧。身为夫君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，错失你的10年时间，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。采薇，我们上次被打断的是……怎么了？我看看母亲和泽儿在不在附近。老太君带泽儿玩耍去了，不在的。啊。结束应声而起，千山今生来生，与你相遇在每个梦里，风霜换满天流萤，掌心微光，谁眼中倒影。侯爷，援军急报，来的真是时候。侯爷，有急报，说，郑国军大批将士自边关返京，正在营中恭候，等待向您述职。属下告退。我明白的，军务要紧，你先去忙吧。可我不放心你，采薇，带上泽儿和我一起回侯府，好不好？说什么混账话！娘亲，见过老太君。好孩子，快坐下。你亏欠采薇多年，还想没名没分的把她接回府？采薇答应，我都不答应，必须3书6聘，8抬大轿，风风光光的把她娶回府。是我疏忽了。采薇，你在绣庄再多住几日，一来好好养伤，二来再给我些时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侯府的主母。好，我等你。好，刘嬷嬷，这几日你就留在绣庄照顾夫人和小少爷。是，老陆一定尽心尽力。京兆府尹陈庆年见过侯爷，替本侯保护好绣庄里的人，若出现任何纰漏，唯你是问。是，卑职领命。大人，这周氏不就是个商贾之家，竟然会让侯爷如此重视？去，查一下。是。大人，查清楚，这周氏与侯爷唯一的关系是周清月的夫君刘斐然，他在侯爷麾下的郑国军中领校尉之职。看来这刘斐然定然值得侯爷重视，值得深交啊！哎，刘老弟，来，快请坐。我刚从边关回来，得知您深夜请我，连家门都没回，就匆匆赶过来喽。怪我呀，是急着向刘老弟报喜呀，耽误了老弟和妻儿团聚啊。向我报喜？今日侯爷特别吩咐，让我保护好周家绣庄。这郑国军上下，谁能得侯爷如此重视啊？刘老弟，定要发达了呀！竟有这种事儿！哎呀，侯爷竟然因为我，连我的家人都如此关心爱妾。当然，刘老弟，咱哥俩日后可要多走动啊！哎，好说好说。爹，
杀害你的真凶已经被捕入狱，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贱人，把我夫君和女儿弄哪去了？说，我夫君和女儿被抓，是不是你让人干的？他们那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伯母，你也一样。给你脸了，敢这么跟老夫人说话？老夫人就凭他，可没那本事对老妖小姐怎样。我看啊，一定是死性不改，在外面勾引了野男人。是廉耻的荡妇！我不管你的野男人是谁，马上让他放了我夫君跟清月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做梦！可笑！以为你勾搭个野男人就能无法无天了？翠环，给我教训他！反了天了！你竟敢还手！贱人，你竟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你们残害我父亲，霸占我家秀庄，这笔账你也有份儿！你胡说八道！你才是勾结外人图谋我家家产的贱货！我要抓你去报官！什么事要报官啊？好女婿，就是这个不要脸的贱妇，勾结外人，抓住了你的岳丈和清月。你可要替娘做主啊！清月被抓了。对，就是这个奸夫干的。这不是那个未婚生子的荡妇吗？什么时候胆子变得这么大了？还不是勾引了野男人，自己以为有了靠山。贤婿，娘可就指望你替我做主了。放心，我现在啊深得郑国府侯爷的看重，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，成为这京城的新贵。不管这奸夫背后的男人是谁，见了我呀，都得乖乖给我磕头。好女婿，果真是有本事。你是侯爷麾下郑国军的兵卒？怕了。姿色倒是不错，不如以后跟了我，给我做个妾呀！滚开！你一个人尽可夫的破鞋，给我装什么烈女？老子今天偏要尝尝滋味儿！滚开！你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哎，这个贤婿，现在当务之急是不是得把你岳丈和清月救出来呀？给我滚开！老子办事还用得着你叉子给我出一手门？今天你要尝尝滋味！混账东西，还不给我住手！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冒犯我家夫人！知道我家夫人是谁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果然是勾搭了野男人。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到头来还是个人尽可夫的贱货。不准骂我娘，不然我就让我爹爹教训你们。你爹算什么东西？唉，说出来让我听听。放肆！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告诉他，我是谁？听好了，我女婿是郑国军校尉，得侯爷看重，即将飞黄腾达，成为这京城的权贵。是侯爷麾下？没错，正是权倾朝野的郑国侯大人。我不管你的野男人是谁，在我女婿眼里啊，跟路边的野狗没有区别。呵呵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校尉，就敢如此无法无天！好东西们，找死啊！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向我家夫人和小少爷磕头请罪，否则啊！刘嬷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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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竟敢袭胸杀人！不知天高地厚的狗奴才，冒犯本校尉的下场。贤婿，这真的杀人了？本校尉可是郑国府侯爷的心腹，杀个人而已，谁敢把我怎么样？碍事的狗奴才走了，咱们继续吧。你放开！
别挣扎了，放开我不比你那个奸夫强吗？放开我娘！王，你没事吧？跑，快跑！混蛋，人呢？已经跑了。贤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找！我决定3尺，你给我把他找回来！竟然有这种事！是啊，陈大人，这个妇人不但勾搭奸夫，甚至还陷害我的妻子跟岳父，现在动手打我，如此恶毒之人，岂能轻易的放过呀？刘老弟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就传令京兆府，封锁城门，他们插翅也难飞。来人呐，全城搜捕，将他们母子缉拿归案。是。娘亲，那些人来是来抓咱们的吗？刘斐然胆大包天，他连刘嬷嬷都敢杀。子儿，我们必须马上去侯府找你爹爹。娘亲伤还没好，我扶您走。娘亲，那里就是侯府，我们到了。太好了！快，我引开他们，你去侯府找你爹。娘亲，走。周哥，出来！爹爹，娘亲被坏人抓走了。嘿嘿，救了他，还少了个小崽子。不管了，先带回去复命了再说。这件事交给我了。跪下！府尹大人，人抓回来了。罪妇周采薇，你可知罪？果然是你们！我说过，你逃不了的。大人，周采薇这个贱人，心肠恶毒，与奸夫合谋，害了我家老爷和女儿，还请亲天大爷为我做主啊！胡说八道！明明是周清月和周恒生要害我的泽儿，他们那是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陈大人，既然他嘴这么硬不可认罪，那我们就上点手段吧。好，听刘老弟的。来人，入刑！你要干嘛？放开！放开我！站住！小乞丐，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兄弟，让我进去吧，我要找我爹爹。找爹？小崽子，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里是郑国侯府。我知道，我爹就是郑国侯。哪儿来的疯子？你要是侯府世子，那老子就是当朝国师。滚，赶紧滚，滚人家！兄弟，让我进去吧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求你让我进去吧。小东西，好话不听，非挨揍是吧？兄弟，你让我进去吧，我娘出事了。关我屁事！爹爹，小兔崽子，你还真敢冒犯侯爷！你想对我儿子干什么？侯爷，他真的是你儿子？找死吧！三儿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娘亲呢？爹爹，娘亲被坏人抓走了，你快去救她呀！什么？放开我！动手！是，侯府办事，统统闪开！是。周采薇，只要你认罪，就可以免去刑罚。我不认。继续。
奸夫，害我家老爷和女儿的下场。刘老弟可还满意呢？多谢陈大人，有岳丈和妻子主持公道。哪里？刘老弟是侯爷的心腹，能用得着我，是我的荣幸啊！啊！贱人，你背后的奸夫是谁？把我的岳丈和妻子又抓到哪里去？我夫君是郑国侯林渊。把京兆府给我围了！任何胆敢反抗者，杀无赦！啊！这贱妇该不会是疯了吧？说自己是侯爷的女人啊！够劲上强势吧？以为随便撒谎就能骗得了我？大了，外面来了大批郑国军骑兵，将咱们京兆府给围了呀！该不会他是……陈大人，巧合而已。这个贱妇怎么可能和侯爷有关系啊？没错，这个贱人10年前就来到了京城，连门都没出过，侯爷怎么可能认识他？可是郑国军为何突然来此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侯爷曾命我保护好周家秀庄，现在刘老弟的家人被这贱妇所害，定然引起侯爷重视，所以才派兵来此。啊，刘老弟，您是侯爷的心腹，以后还要向侯爷面前多美言几句。好说，好说。贱人，现在知道我权势滔天了吧？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从了我呀？你找死！是你找死！侯爷，卑职不知侯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侯爷恕罪。侯爷，是卑职家里这点小事儿，怎么劳烦您亲自过来？你们两个做得好啊！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。啊！侯爷你，蔡薇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她正是侯爷夫人呢。不可能，她只是一个没有背信的贱妇，怎么可能和我有关系？蔡薇，你的手我看看。你们两个找死！哎呀，侯爷，我真不知道她是您夫人呐！侯爷让我保护周家秀庄，朕还以为……颠倒黑白，滥用刑法，害伤本侯心爱之人，陈敬年，你死定了！我说的。侯爷，我知道错了。侯爷，我知道错了。胡总，让我一命吧！让我一命吧，侯爷！让我一命吧，侯爷！还有你们，侯爷饶命！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，是他，一切都是他指使我干的。你胡说八道！侯爷，这个贱人毒血心肠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我完全是被他蒙骗，否则借我100个担子，我也不敢对夫人不敬啊！你放屁！侯爷，刘飞人，他才是主谋，他不仅杀光了您家的下人，甚至还想侵犯夫人。是他骗，是他说夫人是未婚生子的荡妇，还说夫人在外面勾搭野男人做奸妇，卑职是被他所骗，真的毫不知情呐！畜生，畜生！你以为你能骗得干净吗？别忘了，当年
周采薇他爹是被你亲手所杀！好了，我让你不说，让你不说，让他说完。夫人侯爷，他狗急跳墙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呀！我胡说！侯爷，当年我家老爷想要霸占周采薇的绣庄，趁他爹出门之时，让他将犯山贼杀人，事后又给了他一大笔钱，此事千真万确。说没有？本身，我们陆家活不成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镇国军麾下怎会有你这种畜生？侯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将他们打入天牢，与周恒生父母团聚，明日一早问斩，4人一起上路。侯爷饶命啊！侯爷饶命啊！侯爷，夫人做法赎罪，侯爷饶我一命！走，侯爷，侯爷。恶人一经付诸，也算是告慰了伯父的在天之灵。娘亲，你没事吧？子儿放心，娘亲没事儿。没事就好，谢天谢地，吓死老身了，让老太君担心了。好孩子，不必多礼，坐下吧。啊！堂堂镇国侯，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好，是我的疏忽。采薇，这别院是侯府的产业，我已命人日夜守护，外人无法靠近。婚期之前，你跟子儿就先暂时住在这里，绝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。这还差不多。等婚期一到，渊儿就正式迎娶采薇过门。另外，关于泽儿的特异体质问题，已有了眉目。真的？太医说泽儿天生体质特殊，但驾驭雷电对身体损害极大，长此以往恐有后患。我准备请国师出手，看能否帮忙化解。国师他真的有办法吗？放心吧，国师乃真正的当世高人，绝不会有问题的。太好了，子儿，快谢谢奶奶。多谢奶奶。一家人客气什么？混蛋！这真的让他找到了那对母子。贵夫人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听说那个贱人已经被安排住进别院，5日之后就要嫁入侯府。他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嫁给侯爷？夫人，你消消气，别为那个贱人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得。我乃堂堂淮阴侯府嫡女，当年费尽心思嫁入侯府，也不过是平妻。侯府正妻之位这几年始终悬空，他一个乡野来的贱民，凭什么压我一头？夫人，或许侯爷没打算娶她为正妻呢？什么意思？那个贱人只是运气好，救了侯爷，说到底只是个山野村妇，侯爷怎么可能会让她做侯家主母？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孩子。没错，林家9代单传，子嗣艰难。老太君和侯爷在意的也不过就是那个孩子，对那个贱人压根儿就不在乎。夫人怎么可能会让他住别院？不早就接入侯府了？不错呀，蝶儿，越来越聪明了。都是夫人教的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去别院好好会会这个贱人，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当家主母。娘亲，凉快吗？采薇，天热，喝点水。孩子，尝尝这个，可甜了。好。
侯爷，老太君，好消息！国师大人刚刚出关，已答应为小世子诊治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子儿，快来，奶奶马上带你去见国师。我也去。采薇，你受伤未愈，还需休息。渊儿，你留下来照顾好采薇。子儿，我们先走啊。别担心，国师大人公餐造化，子儿绝对不会有问题。饿了吗？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做。你做？既然说好要照顾你，当然要亲力亲为。怎么不相信我？你可是堂堂镇国侯，恐怕连灶台长什么样都不清楚吧？大胆，竟敢看不起本侯，在这乖乖等着，看本侯给你露一手。遵旨。夫人，您看，他就是那贱人。看来咱们猜的没错，侯爷啊，对他一点都不在乎，把他一个人丢在庭院，身边连个伺候的下人都没有。哼，走，过去。哼，你就是周采薇。你们是没规矩的东西！看到我家夫人竟然还敢坐着，给我站起来！哎，夫人您坐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给我家夫人下跪请安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我家夫人是侯爷名门正娶的夫人，是未来的侯府当家主母。原来是你，你就是柳依依。蝶儿，张嘴！你凭什么打人啊？见到主母不下跪请安，还敢直呼我名讳，果然是个没教养的乡野村妇。据我所知，你只是平妻，并非正妻，更不是侯府的当家主母。大胆！我家夫人乃是淮阴府嫡女，身份高贵，她不是当家主母，难道是你这个村妇吗？你不过是命好，给侯爷生了个儿子，不会真以为侯爷对你有情吧？侯爷，要不还是我来做吧？不，我要亲手给采薇做一碗鱼汤。侯爷，你先告诉我，第一步该做什么？侯爷对我怎么样，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如果你来只是为了说这个，那么你可以走了。放肆！敢这么跟本夫人说话？你以为就凭一个小畜生就能得到侯爷的恩宠？我没兴趣在这儿跟你玩什么争宠的把戏。既然你不走，那我走。夫人，你看他像不像条落水的狗？没教养的村妇就该如此教训。本夫人今日屈尊来见你，不过是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若识时务，乖乖听话，还能有几日好日子过。否则如何？否则便去母留子。等你死后，再将那小畜生过继到我名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怎能如此恶毒？你就不怕侯爷和老太君知道？侯爷和老太君在意的不过就是邻家子嗣，又怎会在意你一个乡野村妇的死活？蝶儿，动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侯爷，您来了。滚开！参见侯爷。找死！采薇，没事吧？大胆贱婢，竟敢以下犯上，谋害本侯夫人！侯爷，不怪蝶儿，都是因为他。妾身今日本来只是想见见妹妹，谁曾想
妹妹居然仗着自己有子嗣，愿意正妻主母自居，不仅对妾身言语侮辱，甚至还要妾身行跪拜礼。侯爷，蝶儿只是护主心切，才会与他发生争执。侯爷，我家夫人所言句句属实啊！李嬷嬷，掌嘴！是。侯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出言无端，颠倒黑白，就应该掌嘴。嬷嬷，将这个恶奴拉出去，当场杖毙。是，饶命啊，侯爷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，侯爷！胆敢谋害本侯的女人，还妄想求本侯宽恕，带下去。走，起来！侯爷，他周采薇只是一个乡野贱妇，你又何必为了他如此大动干戈？乡野贱妇。侯爷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采薇是我心爱之人，若你再让我听到你辱他半句，定不轻饶。他只是一个出身低贱的贱民，凭什么被你如此恩宠？一个狐妹子，你到底给侯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放肆！别打！侯爷，坐在。侯爷，你如此行径，我不是要宠妾灭妻不成？宠妾灭妻？谁是妾？采薇将会是我的正妻，未来的侯府主母。什么？他是正妻？那你将我置于何地？我会给你一纸休书。你别忘了，当年可是老太君做主让我嫁入侯府，现如今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要休弃我，你就不怕老太君怪罪吗？老太君，母亲。老太君，老太君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太君，都是这个狐妹子，她不知道给侯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侯爷居然为了她要打我。采薇，怎么回事啊？回老太君，是平安府上的丫鬟蝶儿试图谋害周姑娘。什么？她只是一个低贱的乡野村妇，而且是不是还没死吗？侯爷既然小题大做，要将我休弃。哼，那就休了吧。老太君，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可是堂堂华阴侯府嫡女，她只是一个乡野村妇，她凭什么？当初是你死缠烂打，非要嫁给渊儿，我碍于淮阴侯府颜面，又考虑到子嗣问题，这才同意你过门。但没想到你性情恶劣，跋扈狠毒，现在连侯府主母都敢谋害我林氏，家风笃正，容不下你这种毒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如此偏待她？就因为她生了个孩子？就算没有孩子，采薇也本就是我心爱之人。侯爷，妾身知道错了，我保证日后一定和采薇妹妹好好相处。我意已决，我会让人把休书送去淮阴侯府。侯爷，你难道对我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好，你们都别后悔！没想到那柳依依竟如此胆大包天，采薇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的，老太君，泽儿怎么没跟着一起回来啊？是国师将她留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果然啊，小世子乃麒麟星君将士，9天应元之命格，所以啊，才天生神异，可御使雷电。那他的身体……哎，老太君放心，此事不难解决。小世子出生时乃是早产，所以啊，才导致他命格不全啊。只要前往他的降生之地，我便可以秘术为他补全命格，再无后顾之忧啊。哦，太好了，那多谢国师大人呐。
这2日就让小世子待在国师府吧，我亲自为他调养身体，然后便可前往降生之地。有劳国师大人了，太好了，子儿的问题终于可以彻底解决了。届时我会亲自率兵保护子儿和国师前往麒麟村。我也去。蔡薇，你伤势还没痊愈，需要静养。我多年前离家，距今已有10年，这么多年，不知道母亲过得怎么样。我想回去看看她。好，那就西去，到时我们可以将岳母接回京城，见证你我成婚。砸够了吗？没有的话，爹在商城给你搬点东西过来。爹，爹，李元他居然为了个贱人把我休了！好了，当年你钟情林渊，非求我与郑国侯府联姻，死缠烂打都要嫁给他。唉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！我视他如珍宝，他却弃我如草芥。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放心，敢辱我怀孕后的女儿，无论是谁，都要付出代价。爹本就在暗中游手谋划，你现在离开郑国侯府，反倒是件好事。爹会让他们所有人匍匐在你的脚下。此地上古时乃雷泽之畔，相传是神兽麒麟出生之地。小世子已服下我亲自炼制的丹药，待会儿便可以秘法补全命格了。多谢国师。此秘法过程耗时极长，且易受血缘侵扰，所以待会儿还请侯爷和夫人远离此地至少10里之外。国师放心，我会留一队兵卒在附近守护。侯爷，雷泽郡守陈洪得知您莅临雷泽，已在松鹤楼设下宴席，正在等您。我们走吧。我想先回村里去见下母亲，你有事就先去忙吧，忙完去村里找我便可。那就算了，我陪你一起回村。那怎么行？不能因为我耽误你的正事儿。前2次就是因为我不在你身边，害你受了那么多次苦。这次我可不会离开你半步。那好吧。我陪夫人回去省亲，让陈红来麒麟村见我。是。我们走吧。娘，采薇，娘，好孩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呀？娘，我想你。都当娘的人了，还这么爱哭。对了，孩子呢？娘，你放心，孩子没事儿。对了，我给孩子取名叫周承泽，子儿他暂时还回不来，不过你马上就能看见他了。那就好。这位是小婿林渊，见过岳母。娘，他就是泽儿的生父，他找到了我和泽儿，我们马上就要完婚了。好，完婚好，完婚好。娘，女儿不孝，让你受苦了。傻孩子，娘呀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这日子啊，清静安稳，一点儿都不苦。老东西，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要不要把这块地卖给我？陈少爷，今天我有客人在，要不您先回去，地的事儿啊，我们回头再说。少他妈废话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么把这里的地契拿出来交给我，要么我让人给你松松筋骨啊！这片地呀，是我们周家的祖地，葬着我们周家的列祖列宗，
真不能卖呀！不能卖，我看你是忘了，你这老宅是被谁烧的，这祠堂又是被谁给砸的了。看在我们都是同村的份上，算我求你了。闭嘴！再多嘴，小心我把你剁碎了去喂狗！住手！陈俊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那个10多年前差点被烧死的小荡妇吗？10年没见，那是越发水平了。找死！你他妈又是哪根葱啊？采薇是我妻子，你若再敢对他们母女出言不逊，我定不饶你！原来你是这个小荡妇找的野男人。我想你应该不知道老子是谁，否则你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陈少息怒，林渊他没有冒犯您的意思。林渊，他是村长的儿子，他亲叔叔是咱们雷泽郡的郡守大人，咱们惹不起他。大人，侯爷去了麒麟村省亲。你是说侯爷去了麒麟村省亲？侯爷夫人是咱们雷泽人士？的确如此。来人，备马，随我去拜见侯爷和夫人。林渊，你带着采薇赶紧走。您被这种畜生如此肆意欺凌，我和采薇怎能一走了之啊？岳母放心，什么雷泽郡守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哎呀，娘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们两个信不信？我让你们永远离不开这雷泽郡一步。别听他们乱说，陈少爷息怒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娘，滚开！娘，混蛋，你敢打人？打人又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就是这雷泽郡的王法，想怎么就怎么。来人，动手！你找死！怪不得口气那么大，原来是个练家子儿啊！记账家事，欺凌乡里，无法无天。你这种畜生，该死！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叔父是这里的郡守，你今天敢动老子一根汗毛，他饶不了你。你可以让他来试试。叔父，我告诉你，我叔父来了，你死定了！混账！你说谁死定了？叔父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老子恨不得打死你！雷泽郡守陈洪拜见郑国侯。什么？他是郑国侯？陈洪，你这个雷泽郡守还真是没白做，连侄子都能如此无法无天了。侯爷恕罪，这畜生所作所为，我全都不知情啊！未婚这种东西，还不赶紧给侯爷赔罪认错？是，对，侯爷、夫人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该得罪您二位，你们就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欺凌我娘，烧我家房子、砸我家祠堂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这样一天？拖下去，打入天牢，将这个畜生所有的恶事查出来，严惩。侯爷饶命！侯爷饶命啊！陈郡守没意见吧？卑职不敢。陈俊作恶多端，有任何后果都是咎由自取。侯爷，卑职已在松鹤楼为您和夫人设宴接风，请侯爷赏脸。可以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好，果然是麒麟将士，命格不全，即将成功。
娘是真的，他苦寻我和子儿10年，如今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。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把你一起接到京城，我们一家人以后再也不分开。好。侯爷莅临雷泽，卑职不胜荣幸。这杯酒敬侯爷，算是为成俊之事，向侯爷和夫人赔罪。有刺客，保护侯爷！没事吧？侯爷恕罪，卑职办事不力，竟被刺客潜入酒楼。幸亏侯爷武功盖世，否则卑职便是万死也难辞其咎啊！无妨。竟是突厥人！什么？这该死的蛮夷刺客，竟敢潜入雷泽行刺！夫君，陈侯，你竟敢勾结蛮夷行刺本侯！侯爷，这可就冤枉我了。卑职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你奉谁的命？当然是奉我的命令。卑职参见好安英侯，见过刘小姐。你们，林渊，没想到吧？我们又见面。堂堂郑国侯，竟然落到如此可怜的境地啊！啊！你找死！林郎，刚才的酒。下了毒，侯爷武功盖世，不先下毒，卑职不敢动手啊！别抵抗了，你现在就是案板上的鱼肉，要杀要剐全凭我心意。好啊，命阁彻底补全，麒麟出渊。从今以后，你欲使雷电之力再无后患，且力量更胜从前。子儿多谢侯氏爷爷。泽儿，你爹年遇险了，速去救援。什么？我马上去。名震三军的郑国侯，也不过如此嘛！啊！淮阴侯，你勾结蛮夷藩宝，此举无异于叛国，难道你不怕陛下知晓？叛国？哼，没错，本侯筹谋多年，为的就是覆灭大禹，登基称王。原本看在姻亲的份上，本侯还想与你共谋大业，但已经不识时务，那就老老实实去死吧你！林渊，你早知如此，你是否后悔当初救我？我只后悔曾让你入府，羞辱我侯府的清誉。夫君，夫君，侯爷，别挣扎了，这里除了我，外面还埋伏了上千兵马。今日就算你没有中毒，也是必死无疑。夫君，夫君。在岳母，抱歉，是我连累你们。忠君爱国，何错之有？是这些狼性狗肺的畜生在该死！夫君，能与你同生共死，才会心甘情愿。好，好得很！既然你们心甘情愿，那就成全你们！送他们一块上路！怎么回事？
爹爹，泽儿，泽儿，你先没事了。国师爷爷说我命格已全，又推算出你们有危险，我就把这赶过来了。我还以为真有援军，原来是个不知死活的小崽子。周采薇，这就是你那个野种，来的正好，那就让他跟你们一起上路吧。泽儿，有你的能力，有多远跑多远，别管我们，走。娘亲，泽儿现在可厉害了。不闹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就算能驾驭雷电，你又能对付几人？快带着你娘亲和外婆一起走，这里我想办法挡住。我不走，这些坏人欺负爹爹和娘亲，我要教训他们。放心，你们都走不了。来人，弄死他们！怎么回事？妖怪！会点妖术有用。本侯在外面埋伏了上千兵马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鬼把戏能撑多久。都给我进来！这怎么可能？没事。装神弄鬼，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本侯吗？泽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娘亲，泽儿没事，是他们有事。哼，事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！来人，送郑国侯一家上路！来人！难道？不可能！人呢？给本侯进来！都死哪去了？别喊了！天雷降世之威，无人可挡。淮阴侯，你埋伏在外的上千兵马，在天雷之下全部伏诛。不可能！本侯整整1000兵马，转瞬间就没了。这小崽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泽儿乃麒麟将士，天生异象，命中注定就是我大禹之重臣，匡扶朝堂，护我山河无恙，国祚延绵。淮阴侯，勾结蛮夷藩邦，通敌叛国，罪应当诛，9族连坐。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，完了呀！不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们姐妹！娘亲，爹爹，我就说我很厉害吧？厉害，泽儿最厉害了！啊，这位是外婆，快！泽儿见过外婆。好坏死，让外婆帮忙。侯爷，此丹药乃我亲自炼制，可解百毒。多谢国师，多谢国师。没想到淮阴侯如此胆大包天，竟敢勾结蛮夷。侯爷此次南下雷泽，与小世子联手覆灭了淮阴侯的阴谋，乃大功一件呀！陛下定有分赏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回京后赶紧与采薇成亲。从今以后，再不分开。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血，这誓言。